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欢迎来到石臼岩的中篇，最后一期了。除了中篇就不再拍别的了啊，不能老蹭。那么我们一直都听说土豆这个吕岩老师啊，我自己怎么还能叫错？吕岩有一个传说，说吃30个包子。哎，说到这里，有些人就会发出疑问了。土豆老师，那你这又要开模仿了呀？你怎么一点没有原创精神？朋友们，从一喜到现在5年了 ，Potato 老师 P A T A T O 老师是那种人吗？我永远都是原创的。我是什么人？大家心里没有数吗？没有数吗？土豆老师是一个原创的一个吃人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说不可能说他吃包子，我拿出包子过来吃，那成啥了啊？我不可能模仿或者抄袭，我致敬，我尊重的人，我致敬他，吃包子。好，那19盐开始，准备调料：粗辣椒粉、现榨辣椒油。来，现榨辣椒油。吃醋，谁这一辈子不吃醋啊？就得吃醋，你不吃醋不行啊！来，横道啊，就上次大家说的，再来一点，我比较能吃醋，没撒，完美调料。来调制饮料，问大家小咸菜，问大家小咸菜，问大家啊，吃包子喝什么？吃包子喝什么？对喽，吃包子喝金汤力。哎，包子酒，越喝越有。包子酒，越喝越有。吨，来吧，不就是30个包子吗？有什么不能吃的？开始，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看一下包子，没有问题。包子啊，聪明的网友可能发现说，这一共是18个包子，为什么呢？不是我吃不了啊，我还有12个包子呢，在这个摄像头的后边摆不开了。这个因为啥？因为我这筐比较小，放不下30个包子，所以没放下。我手机内存不够了，拍不下来，所以呢，我先吃这个包子，来，石臼岩吃包子，展示实力。来吧，开始。粉丝先吃，敬每一个自由的你，真诚善良的你，我们一起包包子。很简单，美味。
很好吃。来，看好了啊，一口吃俩。来，一口吃俩。很软啊。嗯。哎，吃包子就得喝金汤力。来，继续。很清楚吗？有了，一半。休息一下，休息完了。还是很简单的啊。实力。许志胜，来继续。很简单啊，这有什么难的？哎呀，想看书了，已经8分钟没有读书了，所以我这么难受啊。那有包子露馅儿。哎，不是啊，这吃30个吧，是不是有点扯呀？
咱们呢吃饱穿暖啊，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，所以咱们吃饭啊一定要节制。哎，吃完了，最后一个。哎呦我天呀！我现在有点不相信吃30个，我真的我不太相信啊，是不是又我以小人之心夺咱们君子之腹了？负得正啊！正月里来是新年，大年初一头一天，哎。好，12个，18个包子吃完了，有定名码了。至于说还有12个呢，对不起，露馅儿，是吧？至于说还有12个呢，咱们呢，因为这个12个包子就在这个摄像头后边呢，对吧？啊，因为让我放后边，我拿一下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先吃吧，别浪费，一会儿凉了。吃完了，30个包包已经吃完了，嘿嘿嘿嘿，哇，好开心，好开心，金当力，哇，快哉快哉。说好，咱们今天啊，土豆老师挑战成功，成功了！哎呀，这是第一次咱们挑战成功啊，太厉害了！好，那么本期十九言呢，就到此为止了。这也是咱们十九言的中篇了。其实一直陪伴大家，我也很恋恋不舍。我们今天通过致敬的方式吃了很多包子。在生活中呢，土豆老师也提醒大家，不要用饮食来缓解焦虑，不要暴饮暴食，你一定可以。最近收到了很多的私信，表达了自己在工作学习过程中所遭遇的挫折或者沮丧。朋友，焦虑一定是一时的，我跟昨天说的一样的话，坚持下去，你一定可以，你一定可以考上。朋友，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，每一个人回首看自己过去那段失败焦虑的路程，都觉得它很简单，只要我们撑过来就好了，你一定会不劳而获。欢迎来到十九言第2期，我是土豆，非常高兴啊，这个节目也走到了第2期。然后呢，中间也遭到了一些非议啊，比如说有些人会通过蕊我的视频获取流量，但土豆老师无所谓，因为真正的生活哲学就是分享，是博爱。那么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，我也说过了，我说十九言啊，也就那一期，咱不能一直模仿别人，哎。那这一期我们拍什么呢？我不模仿，我直接抄袭，哎，直接抄袭，挑战40个饺子，也是这个框啊，抄袭。我倒看我能不能吃完，我这饺子是比它大呀。不重要，来40个，展示实力。现在有健体吗？对吧？就这40个饺子很轻易，你看敏捷的动作啊，非常的强大啊！
来调制蘸料，蒜泥，吃饺子必须得有蒜泥，少许酱油。我们那东北人吃饺子会加酱油。王广宋制山西老陈醋，这老撒。OK， 成都纯阳面馆自制辣椒油，干就吃40个，人家能吃40个，我有什么吃不了的啊？都是人。有点感冒啊，擤个鼻涕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十就言第2期，吃饺饺啊！提前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安康。这凉菜怎么开？不吃。这个是海鲜馅的吧？鲅鱼。我不用还原它的速度，对不对？这黄的是什么椒？啊，没吃出来，是黄椒。知识分子吃饭是这样的啊。土豆老师最喜欢吃3鲜馅的饺子，还有西葫芦鸡蛋。我不知道你们那3鲜是什么，我家里是木耳、猪肉、海米、韭菜，这不是4鲜吗？敬努力、真诚、自由的你，
你这一年辛苦了。开胃啊，只是开个胃。21个。吃完20个了啊，中场休息一下。看会儿书。哦，啊，知识，我竟然在10分钟之内摄入了2种能量，好，继续吃吧。鱼肉中。我这个饺子大，在这个馅儿大呀，所以那个吃的慢，吃的少啊。他那个饺子小啊，斤斤计较嘛，狡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啊，我只吃了22了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。嘿嘿哈，嘿嘿嘿哈，嘿嘿嘿，嘿，哈哈哈哈哈哈。我中午吃的比较多啊，那个还喝了咖啡，我得喝咖啡嘛，对吧？占肚子。我跟大家说啊，就是吃饭啊，就是让自己吃的开心就好啊。我们不应该给饭附加上特殊的意义啊。马上就过节了，剩的都剩了啊，明天再吃，夜宵再吃，不要吃太多，对胃不好啊。
有刃有余啊，没必要，人不用非要和别人一较高下，做自己无所谓啊。大家知道饺子怎么吃最好吃吗？你来答，对，就是你说吧。什么？哦，煎饺。对，对了，这个饺子放到平底锅里，平底锅加一些油，煎一下，点点水，点点面粉水，然后它成一团，那个好吃 ，delicious 啊。所以我为什么不把这些饺子留到晚上吃煎饺呢？对不对？对吧？哎呦，手机怎么掉了？哎。吃完了，哎，大家看啊，40个全都吃完了。不是煎了啊，晚上吃煎饺，吃煎饺啊。我晚上好饿啊，好饿，人要有好饿啊，上天有好饿之心。美食啊，应该给人带来美好的体验，不应该成为争强好胜的工具。所以大家在春节的时候不要拼饭量，谁会拼饭呀？也不要拼酒，这个说的很好。25、26个也很厉害了啊！这饺子，我这个饺子大，没办法，这确实，这没办法。晚上就给我煎了吃，好，今天的19盐呢，吃掉了40个大饺子。临近春节了，那么呢，希望大家在春节享受假期的过程当中呢，也和我们的家人、父母一起度过美好的时间。祝你的家人生活愉快，阖家欢乐。祝你的工作生活节节高升。好，本期19盐到此结束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没事了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今天来一期19盐。对，吃播啊，19盐啊，硬蹭。这个，但是也是获得吕岩老师允许了啊，然后他就跟人说了，而且这就是纯恶搞一期啊，不会一直做下去的啊。19盐开始啊，这个是从今年片场蹭的饭，看看是什么啊，一起吃一吃。吕岩话太少了，我多说一点。哎，鳗鱼饭啊，使用的是咱们的这个中国鳗鱼啊，这是别人送的那个卤鸡爪和肠，简单吃一口啊。今天为什么去片场？今天有杂志拍，很感谢啊，能够选
选择我拍这个杂志，很辛苦，但是很感谢他啊。然后，今天这个之前出去拍戏的时候碰到那个付航老师了，这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石臼岩。这个付航老师画特别密，我就想我吃饭的时候能不能画也特别密，把这个饭吃了，我就算成功了啊！石臼岩开始，粉丝先吃，我就是。嗯嗯嗯，我最近家里买了一些健身器材，然后呢，跟一些老朋友呢要了一些人家不要的健身的划船机啊什么的，在家减肥。为啥？就是我刚参加第2季的时候，我已经瘦到165了，但是比赛中间压力比较大，就胖到170了。我尽量提高语速啊，咱19年，然后就胖到170了。现在差不多170斤，我说我再减一点，赶紧把运动减起来啊！为什么要减这个肥呢？除了健康因素之外，我有一次在博客里提过，就说呀，太胖了呢，接戏的面特别窄，老演胖胖的角色。什么角色呢？就是贪官、坏老师、经济犯、坏记者。其实演坏人很考验演技啊，但经济犯确实是，他甚至都不是，但起码是杀人犯吧。破碎的童年构成这个人物的复杂性，在致命的时刻他挥下屠刀，你这个人很复杂很立体。到我这怎么就是贪官了？但我这都能接受，我也都演了。有一个我接受不了的是要演日伪军翻译官。不是，我很像翻译官吗？当然我说的是我胖那会儿啊，就190多斤那会儿，很像翻译官吗？皇军托我给您带个话，银票大大的，我像吗？一脸正派，不像啊？为什么这？你看形象不好，他就演翻译官呢，这不好吧？我爸看了会打我的。就这么的，说哪怕拓宽戏路也要剪一剪。而且不是演那个沙尘暴关桥了吗？黄小磊老师那个角色已经有丈夫了，等于说二婚找的我嘛，胖那会儿。我所有的感情戏不跟大家开玩笑，全是二婚。也不用全是二婚吧，就这样不好。我对这个事儿没有任何价值判断啊。你现在社会离婚率高，二婚三婚都很正常，但我所有的感情戏都是二婚，也能演出来啊。你看以后一提到舅舅耀庆老师，提到渣男谁谁谁，提到好男人谁谁谁，提到功夫巨星是谁谁谁，以后影视上提到二婚就是我，只要我在这条路上走下去。二婚土豆二婚。你现在一说，土豆是谁呀？喜剧大赛那个演那个猴土星，你记得？哦，那小子老演动物呢。10年之后你再看我说土豆是谁，就那个二婚那个。哦，他二婚演太像了，跟结过好几次似的。赛道窄啊，不能再演翻译官了啊！不想演贪官啊！当然好角色都想演啊，不是我挑角色啊。这翻译官真不行啊！二婚我可以接受，其实把二婚那个人也是很复杂的啊，所以就减吧啊，减肥，再减一点点，把运动那个代谢什么的提高上去啊。大家也可以帮我参谋怎么拍摄运动呢？尤其是大家有健身背景的，也可以看我的视频，帮我指正一下我的动作和习惯，因为这里边门道都挺多的啊。那为什么还要吃这么多？
不重要。然后今天拍杂志了，还是再次感谢杂志方。开始。哎，你说他找我演这么多二婚，是看到了我灵魂中的什么性呢？可重组性，重组家庭。不是我挑戏啊，我们这个你远远不到说能选择演什么的阶段，但翻译官真不行，真不行，我演不了，不能演汉奸，真的。哎，瘦下来就能演杀人犯了吗？哦，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就是汇报一下近况啊，表达一下减肥的意义和我对二婚汉奸之迷思啊，就不当着大家面吃完了啊，当着所有人的面吃饭还挺奇怪的，我脸皮比较薄啊，加油哦！身体健康哦，不劳而获哦，不劳而获嘛，但也挺好，不劳而获挣大钱。